Erling Haaland 第一次踏上世界杯的草皮，半場還沒結束，他已經進了2球。2026年6月16日，波士頓，整個上半場他只碰了11次球，其中2次是把球送進網裡，而那2球讓他在短短45分鐘內追平了挪威整個世界杯歷史的進球紀錄。挪威等了28年才重新回到這個舞台，而這一次他們帶來的是一頭怪物。過去這幾年，如果你問地表最強的前鋒是誰 ，Erling Haaland 一定在答案裡。他幾乎重新定義了進球這件事，快、狠、準，像一台精密又冷血的得分機器。俱樂部的每一條進球記錄到他手上幾乎都會被改寫。195公分的身高，卻有着前鋒少見的速度與爆發力。他可以用身體把後衛頂開，用頭錘破門。也可以在反擊中像短跑選手一樣衝刺，用左右腳冷靜終結。這種力量加速度的組合，幾乎是專門為了破壞防線而生的。但有一個畫面，你過去從來沒看過 ：Erling Haaland 穿着挪威球衣站在世界杯的草皮上，因為直到2026年25歲這一年，他才第一次踢進世界杯。這是一件很反常的事。在足球的世界裡，最強的球員通常也會在最大的舞台上發光。Pelé、Maradona、Messi， 世界杯是他們封神的地方。但 Haaland 這個被許多人認為是當代最強前鋒之一的人，卻在生涯最巔峰的好幾年裡，連世界杯的門都沒摸到。為什麼？而當他終於走進這扇門，這個遲到的故事又會怎麼收場？Erling Haaland 的故事從一個幾乎不真實的開場白開始。他出生在英格蘭的里茲，因為當時父親正在那裡踢球，但成長於挪威的小鎮，足球幾乎是寫進血液裡的東西。只是早年沒有太多人預料到，這個瘦高的少年會長成一頭怪物。真正讓世界記住他的是2019年，那一年他在奧地利的薩爾斯堡，半個賽季就踢進28球。歐洲冠軍聯賽的處女秀，面對比利時的根特，他直接上演帽子戲法。一個19歲來自挪威的金髮少年，突然出現在所有頂級豪門的雷達上。2020年1月，他轉會到德國的多特蒙德，首次代表球隊出場，他在第56分鐘替補上場，然後用20分鐘出頭的時間，完成了一次帽子戲法。替補登場，3球進賬，幫球隊從落後逆轉。這不是普通的好，這是足球不該這麼簡單的那種好。在多特蒙德，哈蘭把破紀錄變成了日常。歐洲冠軍聯賽，他是史上最快踢進20球的球員，只用了14場。他打破了 Kylian Mbappé 保持的21歲前歐冠進球最多的紀錄。記住這個名字 ，Mbappé。這2個人的故事，等一下會再交匯。每一個被視為神童標杆的數字，哈蘭都用更年輕的年紀超越。而他的進球方式從來不是急 Q， 反擊一啟動，他就像一輛失控的卡車，從中線一路狂奔到禁區，速度快到後衛只能眼遮遮看着他拉開距離。對手知道他要做什麼，卻還是攔不住。那是一種純粹到近乎暴力的高效。2年半的時間，他為多特蒙德出賽89場，踢進86球，幾乎是1場1球的節奏。在他這個年紀，這樣的數字，足球史上幾乎找不到第2個。然後，2022年，他加盟英格蘭的曼城。在曼城，哈蘭遇上了 Pep Guardiola， 也遇上了他職業生涯最瘋狂的一個賽季。加盟第1季，2022到23，他在英超單季踢進36球，打破了英超單季進球的紀錄。但那一年真正讓他封神的是球隊的成就。那個賽季，曼城拿下了英超、足總杯，還有他們等了一整個世代夢寐以求的歐洲冠軍聯賽，隊史第1座，也是俱樂部歷史上第1次3冠王。要知道，在英格蘭足球的歷史上，能在同一個賽季拿下這3座冠軍的球隊，在曼城之前只有1999年的曼聯，整整24年没有第2支英格蘭球隊做到。
而哈倫是那支3冠軍團最鋒利的那把刀。他破紀錄的速度快到不像真的。英超史上最快踢進50球的紀錄，原本由 Andy Cole 保持，尘封了將近30年，65場。哈倫只用了48場就達標，足足比前紀錄少了17場。加盟曼城短短幾年，他在各項賽事的進球就已經突破150球。而如果你把它放進歷史的坐標裡，那些數字會更嚇人。25歲之前，哈倫的俱樂部進球比同年齡的 Messi 還多，而且少踢了40幾場。他在歐洲冠軍聯賽的場均進球超過去1.3球，是史上唯一一個進球超過30球，卻還能維持一場1球以上的人。這個效率連 Messi 和 Cristiano Ronaldo 都沒做到。至於同世代的 Mbappe，論場均進球，論得分效率，哈倫同樣排在前面。如果單純比把球放進網裡這一件事，這個世代幾乎沒有人比他更可怕。25歲不到，哈倫幾乎已經贏遍了俱樂部層級能贏的一切，聯賽、歐冠、金靴，一座又一座。他的進球已經不再是新聞，反而是哪一場沒進才會變成話題。對大多數球員來說，這樣的生涯已經是夢想的天花板。但哈倫的故事裡始終缺了一塊最大的拼圖。俱樂部的世界裡，他站在絕對的頂端，但穿上挪威球衣的那個世界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個故事。要理解哈倫的世界盃，得先講一個人，他的父親 Alf Inge Haaland。Alf Inge 也是職業球員，效力過諾丁漢森林、Leeds 還有曼城。他也是挪威國腳。而1994年，他入選了挪威的世界盃名單。那一屆世界盃正好辦在美國。換句話說，32年前，老哈倫在北美的草皮上踢過世界盃。但 Alf Inge 的職業生涯結束得很殘忍。2001年，在一場曼徹斯特的德比裡，曼聯的 Roy Keane 對他的右膝送上了一記蓄意的鉛球。那腳被視為足球史上最惡名昭彰的報復犯規之一，也基本上終結了 Alf Inge 的球員生涯。而命運的安排很奇妙，多年後，他的兒子 Erling 加盟了曼城，那支父親曾經效力，也在那座城市付出代價的球隊。同座城市，同一身球衣，而只要替這個姓寫一個完全不同的版本。而現在，2026年輪到兒子了，世界盃再一次回到北美。這次是美國、加拿大、墨西哥共同主辦。Erling Haaland 穿着和父親一樣的挪威紅色球衣，第一次站上世界盃，地點又是北美。兩代挪威人相隔32年，在同一片大陸上踢世界盃，這種巧合幾乎像是劇本寫好的。只是這一次，兒子的身份不一樣了。Alf Inge 當年是一個努力卡位、為球隊拼搶的後衛。世界盃對他而言是一段珍貴卻短暫的回憶，而 Erling 是全世界後衛最害怕的那個名字，是這支挪威能不能改寫歷史的關鍵。父親去過北美，但只是參與；兒子來到北美是要主宰。同一個姓氏，同一片大陸，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故事。而 Erling 想寫的那一頁面，比父親當年走得更遠。那麼問題來了，這麼強的一個人，為什麼這麼晚才踢世界盃？答案很殘酷，也很簡單，因為足球終究是11個人的運動。挪威不是一個足球強國，在哈倫之前，他們上一次踢世界盃是1998年，那之後整整28年，一次都沒進過。不是因為沒有好球員，而是因為一支球隊要闖過歐洲區資格賽，靠的從來不是一個人。於是出現了足球世界最荒廢的畫面之一，當今最致命的射手，連續好幾屆大賽只能坐在家裡看別人踢。歐國盃沒有他，世界盃也沒有他。當其他頂級球星在夏天的大賽上閃耀，他卻只能放假。他的進球紀錄越長，那份缺席就越諷刺。彷彿足球之神給了他一切破壞力，卻偏偏不給他一個最大的舞台。對一個把進球當本能的人來說，那種無能為力或許比輸球更難受，因為那不是他不夠好，而是他再好也只有一個人。但這一次他不再孤單，
這支挪威被稱為他們的黃金一代。除了哈倫，中場還有阿森納的隊長 Martin Odegaard， 另一個從小被捧為天才，在歐洲頂級舞台證明過自己的挪威人。前鋒、中場、後防，一群在5大聯賽磨出來的球員，終於在同一個時代擴起了。過去，哈倫像是一個被困在強大身體裡卻找不到隊友的天才。現在，他終於有了一支配得上他的球隊。2026年，挪威28年來第一次擠進了世界盃。對哈倫來說，這不只是一張遲來的入場券，這是他證明自己不只是俱樂部殺手的唯一舞台。在這之前，無論他在曼城多麼無敵，總會有人說他從來沒在世界盃上證明過自己。而他沒有浪費1秒鐘，首戰對伊拉克，半場2球。挪威4-1輕取，小組暫時排在第一。那個困了他整個生涯的問題，他在最大的舞台上行不行？他用45分鐘給了第一個回答。哈倫的故事永遠繞不開一個名字 ：Kylian Mbappé。他們是同一個世代，被擺在一起比較了快10年的2個人，一樣年輕，一樣致命。一樣被視為後 Messi 與 Ronaldo 時代接班的2張臉。每一次金球獎的討論，每一份世界最佳的排名，他們的名字幾乎都綁在一起。而他們真的在最高的舞台上交過手，在歐洲冠軍聯賽前後後一共4次。第一次是2020年的16強，哈倫的多特蒙德對上 Mbappé 的巴黎聖日耳曼。第一回合，19歲的哈倫梅開2度，其中1球是他從禁區外起腳的一記重炮，幫多特2-1拿下。那一夜，全世界看見2個未來的王者正面對撞。但第2回合，巴黎在主場2-0扳回，總比分3-2，最後晉級的是 Mbappé。幾年後，他們在歐冠又再度交手。這一次是多特蒙德對上巴黎的小組賽，1勝1和，4次對決，比分互有來回，誰也沒能完全壓過誰。而那第一場的劇本幾乎預示了接下來幾年的走向。2個人都站上了頂峰，但在最關鍵的那些時刻，總有一個人先走到了另一個人還沒到的地方。因為論世界盃，2個人的命運天差地遠。Mbappé 19歲就拿了世界盃冠軍。2018年在俄羅斯，他是那支法國奪冠的最年輕主角之一。2022年，他更在決賽上演帽子戲法，差一點以一己之力再奪一冠。世界盃這個舞台，他在最青澀的年紀就站上去了，而且站在最高點。哈倫呢？同樣的年紀，他已經是地表進球最多的人之一，卻連1分鐘的世界盃都沒踢過。一直到2026年，25歲，他才第一次踏上世界盃的草皮。2個人的獎盃潰，恰好是彼此的鏡像。歐洲冠軍聯賽，哈倫拿過；2023年，他帶着曼城登頂歐洲，那座大耳朵盃是 Mbappé 至今都還沒能舉起的。但世界盃完全反了過來，一個在19歲就封王，一個在25歲才剛剛入場。足球就是這麼會說故事，它給了2個同樣偉大的人2條完全相反的路，而命運把這2個人又一次放在了一起。2026年6月26日，挪威對法國，小組賽的壓軸很可能就是這個小組頭名的直接對決，哈倫對 Mbappé。這一次，他們腳下的舞台不再是歐冠，而是世界盃。6年前那場16強的對撞，如今在最大的舞台上重新上演。那個19歲先走一步的人和那個25歲才追上來的人，又一次站在了同一塊草皮上。只是這一次，沒有人能說得準誰會先走到下一站。Erling Haaland 用了25年才終於走到這裡。父親在32年前的北美，作為一個拼命卡位的後衛，沒能走遠。而現在，兒子帶着同一個姓，披着同一面國旗，頂着地表最強前鋒的頭銜，回到了同一片大陸。這是一個關於遲到的故事。但哈倫用他的整個生涯證明過一件事：只要他站上場，比賽就還沒結束。他遲到了25年。但足球場上遲到從來不代表來不及。
世界盃的舞台終於為他打開，接下來會發生什麼，沒有人知道，但所有人都不會想錯過。這一次，輪到 Erling Haaland 寫他自己的世界盃故事了。我是 Pitch 球場，有好的故事就會更新，在留言區告訴我你最想聽哪個球員或球隊的故事，好的主題我不會錯過。如果你對這種足球故事有興趣，歡迎訂閱與追蹤，我們下集見。